我挑戰誰，誰都害怕。想打我，看我的拳頭！給我狠狠的揍他，狗娘養的！今天這個被 KO 的日本選手叫做鹽田祈福，但是在日本拳壇可是響當當的人物，打出45戰40勝的戰績。那現在出場的選手黃振岳，從小就非常喜歡看各種武打電影，長大後更是把武術和搏擊相結合，最終成為了國家1級武術散打運動員。好的，我們話不多說，比賽已經正式開始。那這場比賽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對局。可以看到，现在场上的两名选手，穿着黑色短褲的就是咱們的黃振岳，另一邊白色短褲就是日本的鹽田祈福。那今天這場比賽是一場每回合5分鐘的對局，所以說對於這個雙方選手的體力消耗是非常大，想要去扳腿把咱們黃振岳扳倒。不過這個黄振岳的這個核心力量非常強啊，而且可以看到双方这個身高差距還是比較大呀，所以他非常喜歡去攻擊東方選手的下盤。雙方現在來到了一個地面戰，果然這個個子不高，但是可以看到這個勁兒還是蠻大的呀，剛剛是把咱們的黃振岳直接舉了起來。那這時候雙方在一個地面戰，咱們黃振岳也是佔據了優勢的身位。 4점에서 니킥이 들어갔기 때문에 반칙이고 신승률 레프리가 일단 주의를 줬죠. 저게 원래는 바로 그 강점으로 이어져야 되는데 치맥탄 아니었기 때문에 넘어갑니다. 자, 다시 왼 緊緊地摟住黃振岳的腿。 입니다. 네. 이와타에게 깔리는 것도 나쁘진 않은데 백 내주면 정말 재미가 없어요. 하지만 일어납니다, 황준희. 굉장히 좀 대처를 좀 잘하고 있어요. 네, 몸이 움직임이 유연함이 넘치는 것이 이런 것은 실은 기술이라기보다는 스파링을 많이 한 거예요. 그렇군요. 점점 이와타 케이스키는 힘이 빠질 텐데요. 자, 1라운드 지금 2분 정도 흘러가고 있는데 계속 그라운드를 좀 끌고 가려고 하는 이와타입니다. 이와타가 드디어 사이드에서 움직임을 고정시킬 수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자, 그러나 지금 바짝 现在是把黄振岳壓在了身下，不過能壓到的地方並不多。現在雙方回到了一個站立的對拼，我現在直接把他擊倒，連續的揮拳。 체력이 좀 많이 빠졌습니다. 그렇습니다. 자, 아직까지 황준유가 조금은 여유가 있어 보이는데요. 계속 끌어당기고 있는 이와타입니다. 이와타는 조금 오버페이스가 있고 황준희는 몇 번 위기가 있었습니다만은 잘 넘어가고 있죠. 네. 可以看到完全是打不到黃振岳啊，這個只要蹬開，距離差了很大一塊。現在時間還剩下2分鐘，雙方這一回合打得很猛啊，一直在地面膠着。 那3個回合5分鐘的戰鬥，對於這個雙方體力消耗是極其大的呀。 그래서 체력 빼내고요. 오른팔은 묶어놨습니다. 안바 실패하고요. 황진유는 대단히 유연합니다, 몸이. 저 또 빠져나오죠. 자, 라이트 펀치 그러나 빗나갔습니다. 이와타는 지금 完全不想站立拼拳，只要是抓到機會就狠狠地抱住咱們黃振岳的腿。 다만은 여의치는 않습니다. 이와타가 차분하게 노리고 있습니다. 아직 시간 1분 정도 남았죠. 숨 고르면서 어느 쪽으로 방향을 펴려고 하는지 살펴보고 있는데 황준희가 이쯤 되면 뒤돌립니다. 네. 팔을 먼저 제압했기 때문에 오히려 백을 而且非常容易进到地面戰。不過他這個力量確實是有限啊，跟咱們黃振岳相比，在地面上他也占不到太多的優勢。那這時候黃振岳也是開展了一個騎狗打法，邊騎邊用這個拳頭去轟擊他的頭。 時間還剩下最後的30秒。 케이스케가 턱을 당기면서 잘 댄스해냈죠. 자, 1라운드는 뭐 대략적으로 이렇게 마무리가 될 것 같습니다. 둘 다 좀 지쳤는데 제가 봤을 때는 이와타 쪽이 좀 더 많이 지친 것 같습니다. 초반에 확실히 그 몇 好的，現在第一回合的比賽已經結束。這回合雙方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打一個地面戰，不過還是咱們的黃振岳佔了很大的優勢。當然，我們期待一下，在第二回合雙方會有怎樣精彩的表現。好的，現在第二回合的比賽已經開始。那剛剛咱們的黃振岳也是稍作休息，恢復了一下體力。看一下這一回合還是不是想進到一個地面戰。 哎呦，這一拳非常的漂亮啊，但是被一拳打倒。現在咱們的黃振岳是連續的進攻，哎呦，還是想進到地面戰。
一直在打地面。这个踢腿真的是 그럴만한 킥이 나오지 못하고 있고요. 아마 다리 잡히는 것 때문에 좀 그런 것 같아요. 예. 이런 식으로 다리 잡힌다라고 생각해서 그랬는데 이럴 때는 멀리서 투투 던져주고 이렇게 무리해서 들어오면 받아 먹으면 됩니다. 예, 그런 점에서 지금은 황준예 선수 입장에서는 상당히 좋은 그림이죠. 예. 백 돌아갈 수도 있지만은 오른팔 다시 넘어지네요. 자, 다시 한 바퀴를 돌아서고 있는 이와타. 이와타가 여기서 잘 고정을 못 시킵니다. 예. 기무라 그립으로 가나요? 但是非常难缠啊，他这个贴得很紧，想要去摆脱掉也没有那么容易。来看一下咱们黄振岳会采取什么样的战術。可以看到现在是右手，看能不能直接把它锁住。 입장에서 황준예는 상성은 좋지는 않은 타입입니다. 쓰러뜨리는 것을 합니다만은 눌러놓지를 못하고. 예. 지금은 이와타가 이런 움직임 나오는 것은 체력 소모 때문에 그렇죠. 분명히 지금 그라운드에서도 어떤 그 신장으로 인한 차이가 느껴지는 지금 상황이네요. 그렇습니다. 예. 패스하려고 하더라도 다리 길이가 차이가 나면 굉장히 힘듭니다. 예. 자, 일단 다시 일어섰고요. 那现在双方的这个情况非常的焦灼，黄振岳是一直想要去挣脱掉，看一下这个身位能不能把它蹬开。 여기서 움직임이 조금 덜 나온다 싶으면은 언제든지 레프리가 중앙에서 스탠딩 시킬 수가 있거든요. 약간은 지금 소강 상태로 좀 빠져 있고요. 예. 이와타 입장에서 现在时间还剩下2分半，黄振岳现在是摆脱掉了。小日本子现在连续的摆拳，我看一下黄振岳现在选择，但不过这个时候咱们的黄振岳占据了一个上位的优势位。 원래가 이와타가 붕 기두른 게 있는데 저게 이번에 사실 好的，现在黄振岳是利用他身高的优势， 이번에 위에 스타링 많이 한 티가 납니다. 그 와중에 붙잡고 자기가 쓰러뜨려 버렸어요. 因为这个腿部力量还是比较强，直接把黄振岳蹬开。哎呦，这下是直接被打倒。之后咱们黄振岳连续的重拳轰击。 이와타 체력 고갈입니다. 체력 고갈이에요. 이렇게 되면은 뭐 어떻게 좀 어려워 보이는데요. 他想要挣脱， 이와타 점점 힘들어집니다. 但是黄振岳连续的重拳。 치는 상황이기 때문에 움직이려면 지금 움직여야 됩니다. 황준예는 더 봐줄 필요가 없죠. 자, 신승현 레퍼리도 지금 좀 애매한 상황일 것 같습니다. 애매합니다. 예. 지금 여기서 황준예가 조금만 더 공격적으로 나오면은 现在黄振岳还在持续的进攻，裁判也是直接结束了比赛。可以看到现在医生也急匆匆的跑过来。好的，那现在最后让我们恭喜黄振岳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行了，这个危险了，这个危险了，基本上连续的重拳没有这个不行，20多次的重拳，手拿起来已经没有机会了。注意看，视频中正在疯狂暴打中国选手的家伙，正是连邱建良都不敢惹的荷蘭不敗拳王阿爾伯特·克勞。在中國一夜之間連續擊敗3名中國選手，他不止在中國擂台無人能敵，在國際擂台更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曾擊敗過日本天王磨沙豆和泰國傳奇拳王波球。 還曾當眾向拳王泰森發起過挑戰。面對荷蘭拳王克勞斯的囂張態度，21歲中國小將李壯壯霸氣出擊，要與其一決生死。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荷蘭不敗拳王克勞斯大戰中國小伙的一場精彩對局。好，眼前的小伙子看起來非常年輕，他的確很年輕，才21歲啊，中國小伙李壯壯。 本場比賽原本的出戰選手並不是李壯壯，而李壯壯則是替補出戰。沒有錯，本場比賽他是抱着一決生死的態度來打本場比賽。因為對方的克勞斯實在太強大啊，來中國6年時間未嘗一敗，實在是太強了。來華5年未嘗一敗啊，曾經還一晚上擊敗過3名中國選手。那麼這位21歲的小將李壯壯霸氣出山啊，也是非常有勇氣了。 好，本場比賽看一下李壯壯大戰這個荷蘭拳王，本場比賽會有怎樣的一個精彩的表現？21歲啊，大戰這個35歲應該是啊，那麼對方的作戰經驗很豐富。那這個克勞斯呢，不只是在中國南巡敵手，在國際擂台也是大殺四方，擊敗過磨沙豆，也擊敗過波球，啊，甚至還敢挑戰泰森。好，哈哈，這個家伙現在也不年輕了啊，35歲。 好，來看一下紅方選手白色拳套，中方選手李壯壯，21歲，但是他的作戰經驗也不少了啊。據說他呢，這個
8歲就開始練拳啊，他的父親也是一個散打名將。我們看比賽一開始，李壯壯是沒有像其他中國選手一樣有畏懼對方的意思啊。打這個克勞斯呢，千萬不能後退，因為這個克勞斯非常喜歡壓制你，如果你一旦表現出害怕他的意思，那就完了。感覺李壯壯的肌肉還有他的狀態是有些緊張的啊，動作是比較僵硬。李壯壯要小心，千萬從這個龍邊繞出來，不要給這個克勞斯任何把自己逼到這個角落的一個機會。實際上这個克勞斯他的腿法是非常一般的，他強的地方就是他的拳法，全方位立體打擊，他可以打遍你渾身的每一個部位。但是李壯壯練習過散打腿法相對來講就不錯了。好，这个克勞斯還是一如既往的推進式的一個打法。李壯壯要注意防守了剛開始吃到對方很多拳，但是還好35歲的克勞斯肯定是沒有當年這個拳頭那麼重了。好，敢打，哎呦，這個拳很硬壯壯，一定要敢打這個時候不能退。那麼賽前，美國的專家開始評測說這場比賽李壯壯的勝算大概是多少？美國專家認為呢，說這個我們壯壯的勝率不足1%不足10%。的確，從雙方的這個以往的生涯數據上來分析這個壯壯的這個勝率的確是不高。好，漂亮！哎呦，要小心！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結束。那無論怎麼說，無論外界人士怎麼看我們中方選手，但這場比賽我敢說壯壯的勝算是非常大的。為什麼？敢打敢拼，而且小伙子完全沒有懼怕對方的意思，只可能說有一點點緊張。緊張很正常，因為對方畢竟是來華6年不敗所以說呢有點害怕，有點緊張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因為恐懼是人類和生物的本能，而勇氣才是人類真正的讚歌。好，接下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2回合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在第一回合，雙方整體的分數和打擊數上來看幾乎差不多。這個是難分上下的，要交給專業裁判了。好，李壯壯的狀態是有所回溫，整體狀態是開始放鬆了。好，連續掃踢，一定要頂住。我們也知道你的壓力很大。好漂亮，前手點刺點得很準，其實可以多打點刺這克勞斯我覺得他的反應速度已經沒有當年那麼快了。連續的點刺呢，能打斷對方的一個進攻節奏，百利無一害。哎呦，哈哈，這個神龍擺尾，這招估計是邱建良教的這個姿勢也是非常像。但是這個克勞斯對於距離的把控和這個看穿對手動作的這個眼睛的確很厲害。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經驗。但是無論你有多麼強的經驗這也不是你小瞧我們中國拳壇的資本。哦，漂亮！打完之後從對方的身上掛過去這個氣勢一下就有了。
腿法上的確我們壯壯要比這個克勞斯呢好非常多，而且目前克勞斯他的這個壓迫式的進攻啊也沒有打出效果，漂亮，而且壯壯的游走啊也非常靈活，沒有讓對方啊把自己壓制到籠邊啊，這就已經很不錯了，爭取呢多打一些分數。這撤退速度也很快啊！当初这个克勞斯呢，這個多次提出要打一龍，但一龍每次都有借口啊，這個不是感冒了，就是這個受傷了啊。總而言之啊，這個借口找了不少，兩人也沒打成過啊。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二回合結束，非常的精彩。第二回合克勞斯呢，他也是依舊壓迫式的進攻，但這種壓迫式的方式呢是非常消耗體能的，而且這回合他也沒有打出太好的效果。而反觀是我們壯壯是越打越有感覺，越打越來勁兒啊，小伙子還是需要一定的時間啊來恢復自己這個自信的。好，接下來看一下雙方第三回合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好，觀眾朋友們，比賽來到第三個回合，看一下雙方的精彩表現。看一下壯壯今天啊有沒有機會去這個 KO 克勞斯。好的，漂亮，再來。高掃腿。好的，漂亮，第三回合一上來，哎呦，前勾平勾，繼續打。這個時候不能停啊，我們看這個克勞斯已經有一些，哎呦，雙眼渙散。但是不得不講啊，這個克勞斯雖說35歲，但是還是很抗揍啊，這抗擊打能力的確是一流。好，那目前來看，我們壯壯的是第二個回合順利拿下，第一個回合不確定。那麼第三個回合就看壯壯怎麼發揮了，但是我覺得還要注意防守啊。哎呦，注意防守！但是隨着比賽深入，這個克勞斯的終結能力啊和重擊能力已經變弱了。兩個人都是不怎麼做防守，雙手相對來講放的都是比較低。想多次去摔對手，但是呢要小心呢，難免受吃拳的。還是要打準啊！壯壯後面的拳呢是有一些飄，有些着急了，有些倉促。好的，後直，頂膝沒問題，阻止對方的一個進攻節奏。哎，這腳是掛襠了。但是裁判沒有看到啊，這個胖子裁判是沒有叫停。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終於結束。那麼打了3個回合沒有出現 KO 的情況，那麼最終的話就要打分判定了。那目前我個人觀測啊，這個壯壯的分數應該會高一些，因為他的打擊密度更高啊，包括拳打的是比較準的。只不過第3回合後半段啊，最後1分鐘呢是有些飄了，可能壯壯認為自己是贏了。這場比賽真的是打的哦，你看，完全不懼怕對方去換拳啊，你打我一拳，那我就還你一個更重的拳。那這種一往無前的勇氣啊，的確是非常令我們敬佩了啊。好，最終的判罰，讓我們看一下，裁判一致判定李壯壯獲得了勝利。那麼恭喜壯壯，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我操！哎呦，正刀，打到，再次到地。中國小伙自學腿法點穴神功。好的，觀眾朋友們，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手持雙截棍霸氣出場的選手就是我們的中國猛將霍小龍。那觀眾朋友們，光聽他的這個名字啊，就知道這個人非常的厲害。
是这个霍元甲和李小龙的结合体。那霍小龙来自河北邯郸，来自河北邯郸呢还有另一个狠人，那就是张伟丽啊，这个地方可真不一般啊，连出2个搏击高手。好的，现在我们话不多说，比赛已经正式開始。穿着這個金色短褲的紅方選手就是咱們的霍小龍，另一邊就是來自意大利的尼古拉馬米尼。那這個尼古拉賽前也是非常囂張啊，聲稱要把咱們霍小龍打到再也不敢站在這個擂台上。可以看到現在雙方是打得還是比較激烈，剛剛霍小龍也是主動的出拳。那霍小龍的這個拳法和腿法的組合是非常的厲害啊，而且這個打法和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晰，敵進我退，敵退我進，而且這個雙方的體型差距都差不太多，那這個臂展也是差不太多，所以雙方就看誰的實力更強。好的一個跳膝，是直接把這個尼古拉擊退啊。那咱們的霍小龍實力是非常強勁，這個尼古拉也是看到啊，所以不敢去盲目的進攻。可以看到雙方腳下的這個步伐，彈跳的步伐一直都沒停，所以說雙方的走位也是非常的積極。可以看到，連續的進攻。那現在霍小龍是佔據了一個優勢，掌握着整場的一個節奏。而且咱們的霍小龍這一次是主場作戰，所以說台下的觀眾也在為霍小龍加油吶喊，這也是極大的增強了這個霍小龍的信心。主場作戰，所以來了很多的親友團，霍小龍也是想在自己的親友面前拿下一場痛快利索的勝利。那真是啊，那畢竟是在自己家門口，並且其實還得有一個前情，就是之前在這個金冠大佬之前。這個榮耀勇士出征了埃及那場比賽，霍小龍沒有。可以看到這個雙方打法非常勇猛，但是也非常的謹慎。那沒有十足的把握，雙方都不會去出拳。而且對於這種十分謹慎的選手，咱們的霍小龍也完全沒有必要去着急，因為一旦是露出破綻的話，對於這種心思縝密的選手是非常致命的。那但是現在依舊是霍小龍佔據的一個主導地位。一直壓着這個尼古拉在打，好的連續的重拳。這個尼古拉是從一個角換到另一個角，瘋狂的後退啊，完全是不敢去正面硬扛。現在時間還剩下25秒，這個尼古拉是直接被擊倒。那看一下站起來之後，咱們的霍小龍能否乘勝追擊？再次擊倒。那現在的霍小龍是完全的佔據了優勢，可以看到這個尼古拉現在是蜷縮在地上，完全站不動了，站不起來了。那現在裁判也是直接結束了比賽啊，霍小龍也是以非常快的速度直接是拿下了這場比賽。那這個讓我們看一下剛剛的這個精彩的回放，可以看到飛出一腳，直接是把這個尼古拉踹在地上啊，捂着肚子痛哭。那各位觀眾也千萬不要走開，我們還有下一場霍小龍非常精彩的比賽。那這場比賽完全是要比眼前的這個美女還要好看啊！各位觀眾千萬不要錯過。好的，那現在比賽已經正式開始。那紅方選手紅色拳套的依舊是咱們的霍小龍，另一邊這個藍色褲子藍方選手啊，打得非常猛的這個是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的一個退役特種兵啊，叫做烏斯曼。那這個烏斯曼看過上一場霍小龍的表現之後啊，依舊是覺得霍小龍的打法就是花拳繡腿，他想來自己挑戰一下。可以看到這個烏斯曼啊，現在戰意非常旺盛，搖頭晃腦，但是想盡辦法想要去挑釁咱們的霍小龍。那霍小龍是完全不吃這一套啊，依舊是沉着冷靜的這個打法。可以看到霍小龍現在完全沒有着急去進攻，而是想要找這個烏斯曼的破綻。直接抓到對手的腿，把對手直接撂倒。那這個烏斯曼也是懵的啊，什麼情況啊，就被他打倒了。可以看到這個烏斯曼站起來之後是明顯少了一些囂張，沒有剛剛那些搖頭晃腦的動作了。後閃反擊，霍小龍非常快的反應過來就黃頭反擊。現在霍小龍是主動的去進攻，再次把這個烏斯曼擊倒。
那这個烏斯曼現在就像上一局的尼古拉一樣啊，一樣是跪在地上。不過這個烏斯曼好像更堅強一些，表示自己還能挨揍。他站起來之後，明顯剛剛那個囂張勁兒是一點兒都沒有了。現在也是一步一步的往後退。那現在咱們的霍小龍也是乘勝追擊，完全不打算給這個烏斯曼一個喘息的機會。可以看到這個烏斯曼現在踢出一腳都已經綿軟無力了。連續的進攻再次把這個烏斯曼擊倒。看一下這次他還能不能堅持，他還能不能站起來繼續挨揍。好的，現在裁判是宣布比賽結束啊，這個烏斯曼是再也打不下去了。那現在我們來到了第3場比賽啊，咱们的還有不服咱們霍小龍的選手，那這個選手是來自哈薩克斯坦的塞里克。那這一次，可以看到這個塞里克長得非常的瘦小啊，不知道他能扛下多久。Tim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我可以看到这个塞里克还想主动的出击，相比于前2个选手，这个塞里克更加的勇敢啊。那霍小龙现在已经摸清了这个塞里克的打法。这个虽然说打得非常勇敢，但是这个实力还是差了点意思。霍小龙也是想要主动的出击。这一下是这个让这个塞里克直接跪倒在地上了。这一局比赛，观众朋友们更快啊，不到1分鐘的時間就解決掉了這個塞里克。果然這個太瘦弱也不太行啊。好的，那現在讓我們恭喜霍小龍以絕對的優勢贏得了這3場比賽的勝利。